嗨，大家，你现在收看的是 Olivia OO， 我是 Olivia OO。前阵子应该是说好一阵子前，我在 Instagram 上面问大家说，我在二手店找到的这一块枕头布料，大家觉得做成什么好？那票选出来的结果呢，是要做成渔夫帽。最后做完之后，发现还有剩余一些布料，所以我就决定做第2名的马甲，大家就拭目以待咯。那我们来看渔夫帽的做法吧。为了让这个布料美丽的布料可以被使用到极大化，所以我决定小心翼翼的把线拆除掉。如果你的布料是棉麻织品的话，就是你可以看到它的水平线跟平行线交错的话，你可以考虑用丝的，可以快速的解决这个拆线的步骤。有时候你会遇到一种布料是只有一个可以撕的方向，像我现在手上这块布是垂直跟平行都可以撕，你就在边缘大概2公分左右的地方先剪一个小开口来撕撕看。把这个边全部都烫平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做模板。模板是在网络上下载的免费模板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按资讯栏下面提供的免费模板的连结来下载。套量你的头围之后，剪裁出你需要的尺寸。接下来就按照模板上面的指示来剪布。你可以去寻找你想要的印花大概是怎么样的位置来做布料的剪裁。刚刚剪出了帽顶还有2片帽子的高度，现在要剪裁的是帽缘。帽缘需要总共4块，所以如果用这种上下折叠2次的方法来剪裁的话，可能会浪费掉比较多的布料。你可以全部考虑伸展开来，不用一定要对着某一边来剪裁。同时，如果你是没有对折的状态下去剪裁的话，也可以比较考虑到你的印花的位置。上次投票没有参与到，但是下次投票你可能会想要参与的观众们，你可以 follow 我的 Instagram。那么现在就可以把帽子的帽缘的边以及帽子高的边缝合在一起。在缝之前，建议在其中一对帽缘的布料的背面烫上布蹭。之前剪剩一大堆布蹭出来，这时候就很适合拿来做拼接布蹭，可以对付这种弯曲的线条之外，也可以对付这种比较小块的布料。这种东西就是都可以留下来，不要浪费。我觉得多做这个步骤确实让帽子整体来说比较好看。那么就按照刚刚所说的，把2边缝合在一起。帽缘应该是不用车边的，但是我那时候没想到，所以还是做了。不用收边的原因是因为它现在就会把这个缝线藏在里面，我们就把帽缘的正面对上正面，在2侧缝线的地方做对齐之后，平均分散布料。我们要缝在弧线比较长、比较大的圆的边上。除了帽缘需要结合之外，帽顶跟帽高也需要做结合，所以我在帽顶的上下左右各剪了一个小缺口，方便等一下定位。那帽高的部分就对齐2侧的缝线，然后还有现在剪出来的小缺口。为了等一下方便结合帽缘，所以我也在这时候同时帮帽缘剪裁出一些小缺口，方便等一下对齐。那么就把帽顶跟帽高的刚刚剪出来的小缺口上下左右对齐之后，先稍微固定，再来平均分散你的布料。
缝完之后，我们需要在所有有曲线的缝缝上面剪出像这样子的小缺口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你跟着做很久的话，你一定都已经知道答案了。就是我们在把它撑开的时候，这样子布料才不会全部挤在一起，或者是拉不开，造成不平整的效果。帽顶、帽高这个刚结合的边缘，我们需要先车边。之后我们要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。我们把这个帽子由里往外翻，所以现在布料的正面朝外，然后帽圆这个部分也是由里往外翻，所以布料的正面也是朝外的状态下去缝合。因为现在有点皱皱的，所以我决定把它烫平。烫平之后呢，就按照刚刚剪出来的上下左右4个小缺口来对齐。帽檐的部分现在朝外的，现在看到的面是之后会藏在下面的，也就是布料的背面。现在跟帽子高度的布料正面贴合在一起的是帽檐的布料正面。这个意思就是好的那一面现在全部贴合在一起，我们要正面对正面缝在布料背面。缝完这一圈之后，车边做收尾。那接下来步骤就是我们要在帽檐上面做一些修饰的平针。等一下从内侧开始缝。我在镜头外做了一顶一模一样的，但是是黑色的灯芯绒的渔夫帽，大家喜欢哪一个呢？希望大家喜欢今天这一集的内容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可以帮这一集按赞。如果你想看更多这样子的影片的话，你可以按订阅频道。那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